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YK。那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呢 ，ColorOS 应该是口碑提升最明显的安卓定制 UI。从新机潮一开始的口碑平平，到疯狂 OTA 以后的甜逆袭，ColorOS 14算是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。而现在呢，新机潮它又来了 ，OPPO 也带来了全新的 ColorOS 15，它的体验到底如何？本期视频我们来好好聊聊。这段时间体验下来呢 ，ColorOS 15的变化确实很多。那之前 ColorOS 延续了2代的水声图标，广受好评。到了现在的 ColorOS 15，水声图标升级为经典图标，也从扁平化改成了拟物化。那视觉上呢，会看着真实的同时又足够简约精致。同时呢，2+图标也保留了下来。开启之后，各应用的图标设计会更加统一、更加美观。另外 ，ColorOS 15还增加了彩昼和夜影2个图标主题。彩昼的风格呢非常活力年轻，使用了大量的高饱和颜色重新绘制图标。那夜影图标呢，则是一种线条化、简约化的设计。还有全新升级的灵感主题集成了多种主题风格，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治愈时刻。里面这几只小动物确实很可爱。如果你想更深入的自定义，在这里点进去就能编辑，像是诗中的字体、颜色、粗细，还有附加信息，都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去调节。那还有呢，就是这个艺术字体了，它预设了几种样式，也可以更换不同的颜色。而且呢，这个艺术字体是可以开启景深实时抠图的。像是我的这只猫也做到了实时抠图，在点亮屏幕时，艺术字体飞出的动效确实很优雅。这个效果是不是有点眼熟？哎，对了 ，iPhone 也有这样的景深效果，并且 ColorOS 的景深效果更好触发，字体呢也会更加美观一些。同样的，在舒缓因子、动感节奏、光影艺术这几个主题里，也预设了不同的艺术字体，从息屏到锁屏，再到壁纸，艺术字体的切换动效最大的感受就是无缝，这才是丝滑流畅最高级的体现。那说到丝滑，动画效果还只是开胃菜，最让人惊喜的还是流畅，极限打断动画的场景。我们找了20多个应用，有系统自带的，也有第三方的。那持续进行了几十次的打开退出，无论是小组件还是大文件夹里ColorOS 15都能够做到高度可控。无论是快速打开、退出，还是随时中断，它的跟手程度都是非常棒的。而且 ColorOS 15上，我觉得最牛逼的地方就是动画和动画之间是能够相互重叠、同步进行的。举个例子当你从一个应用退出，然后快速打开另一个应用的时候，看到了吗？一个动画在缩小，一个动画在展开，无需等待，互不冲突。我们拿 iPhone 对比了一下，两者的效果可以说是不分伯仲了。另外呢，就是 ColorOS 15的动画过程真的就是如德芙般丝滑，动画非常连贯。动画呢也都遵循着现实世界中的抛物线的感觉，这一点呢就很加分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之前 ColorOS 14只能挂一个小窗，挂第2个的时候就会把之前的替换掉。现在 ColorOS 15可以同时挂2个小窗，并且在不同小窗应用之间切换的动效也是非常丝滑连贯的。另外ColorOS 14全局搜索的动画问题也解决了。那之前打开全局搜索侧滑返回时的动画是很自然统一的，但上滑退出时是飞出的图标非常割裂。而现在 ColorOS 15已经修复了这个问题，打开和退出的动画也都做得更自然了。总之，我这段时间用下来，无论是进入负1屏使用小窗，还是快速切换应用打断动画，亦或者是进入信息流， ColorOS 15的流畅性表现都做得非常好。其实丝滑的感受就是从这些场景中得到的。那现在各家的 UI 都没有说很卡的，但确实有掉帧的。可以说ColorOS 15在流畅性上已经是 top 级别的了，我真的认为可以比肩 iOS。那除了外观 UI 以及动画效果以外ColorOS 15全新升级的小布也有非常多的亮点。首先是小布的唤醒方式，除了长按电源键以外，现在还可以长按导航条唤醒。同时呢，现在小布的出场方式也更加炫酷了。那屏幕的闪动效果，还有这一圈 RGB 跑马灯，这个效果是不是有点眼熟？It's something only Apple can do。在功能性上，小布这次追求的是做到系统级 AI。那为什么要叫它系统级呢？最直观的就是这个一键问评，只需要唤醒小布，直接问它图片里的车辆是什么型号。它通过简单思考就能够回答出来，并且它还能够介绍这部车的历史背景以及特点。又或者遇到了不知道的动物、植物，同样唤醒小布，直接问它，它基本都能够准确的识别。那除了图片以外文字也是可以识别的。像是在小红书上看到旅游攻略，那我们只需要唤醒小布，然后跟他说定制我的旅游路线，它就能把
攻略上的地点批量收藏到百度地图上，还能够直接规划路线，这一点确实非常有用的。除了一键问评，我觉得文本摘要也非常重要这一点在 Apple Intelligence 上其实也是有的，不过国行 iPhone 现在还用不了。而这个功能呢，现在 ColorOS 15就可以用了，只需要在文档 App 中打开文档，点击左下角的 AI 文档助手即可。我们试了一下它的文档摘要总结的还是非常精炼的，而且它还会标记相关的页码，点击就可以跳转，查看时呢确实更便捷了。最后生成的内容也可以一键复制，保存到便签里面。这对于经常查看各种文档的我来说，确实有不少帮助。总的来说小布助手的很多功能都融入到了 ColorOS 15中，方便我们随时调用。AI 功能总算是有了一些实际的使用场景。就像是这次OPPO OTC 的主题一样 ，AI 离我们更进一步。最后再讲一下ColorOS 15全新升级的流体云在之前 ColorOS 14的流体云中呢，最大的问题就是只能容纳2个流体云，如果是有第3个挤上来，那第1个流体云就没有了。现在的流体云我们测试了一下，3个、4个都是可以的，而且流体云呢还和前摄融为了一体。那居中对称的设计确实是要比之前更美观了。左右滑动流体云就能切换不同的应用，一直滑就可以全部隐藏，单击呢可以换出所有流体云，长按可以打开对应的 App。我体验下来，这套操作逻辑我认为是要比 iPhone 还更加清晰的。而且流体云的交互动画确实不错，和系统动画一样都是非常丝滑流畅的，甚至可以媲美 iPhone 的灵动岛动画。另外呢，它的功能性也比较丰富，像是互传、耳机电量、闹钟，甚至是3段式都可以通过流体云来显示。当然了，我知道大家也非常关心第3方应用的适配，我们也试了一下。我常用的滴滴出行、航旅登恒、网易云音乐、Apple Music、QQ 音乐、饿了么、小宇宙等等应用都已经支持流体云我相信 Find X8 系列正式发布之后呢，还会有更多应用陆续适配。不过现在已经能够满足我的大部分日常需求了。总结一下这段时间体验下来，如果要用一个词来评价 ColorOS 15的话，我认为这个词会是焕然一新。从主题、图标到控制中心这些最直观的外观变化，再到丝般顺滑的操作体验，以及深入系统层级的小布助手这些变化都是非常明显的。前段时间呢，我在参加 OPPO 活动的时候也和 OPPO 负责 ColorOS 的人聊了很久，能够感受到现在 ColorOS 的团队是听得下批评，也下得了决心的我相信ColorOS 15这一代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用户口碑。OK， 那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么多了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请记得点赞、评论、投币转发。我是 HK， 我们下期视频见，祝各位好运，拜拜。